就這麼直接的開始啦。那為什麼要討論這個題目呢？還不是因為上一次媽寶國軍上戰場的那一集呢，大受歡迎，導致許多人一直敲碗要求要有續集。那真正的續集的問題是在於，我們今天要再做一集討論是為什麼國軍會變成媽寶化？如果我們不去猜測分析媽寶化的原因的話，你根本就只會覺得好像就是現在的年輕人特別媽寶現在的家長特別恐龍家長，但其實不是，其實不完全是。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因為這一切是有歷史背景的，這一切不是一下子就變成這樣子的。那這個故事說起來，我也有責任，所以我們要特別跟各位講，今天這一集呢，就要完整的為你討論到底是什麼狀況。各位記得先按讚分享，這個開啟小鈴鐺我們就直接快快的跟各位討論，什麼意思呢？來，今天的定場詩是這樣子的：將星閃爍電視台，攔截200依成才。嘟嘴招兵駐機台，防諜軟體傳春來。軍審廢了又重啟，律師治軍真荒唐。67年無戰事，眾議國防誰安排？來，各位觀眾晚安，今天是5·1，終於到了今年兩岸都放假了。好，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勞動節快樂，然後台灣的大家放假也快樂，對岸的放連假也快樂。有沒有要講一下對岸的5·1連假這一次放多久啊？因為我們不清楚。那剛剛我們就仔細講，媽寶國軍上戰場，解放軍戰力。那個時候聊天室最多人問的一個問題是：只有國軍底下的士兵變媽寶嗎？那上面那些人難道不知道嗎？上面那些人難道沒有要改變嗎？來，我今天告訴你這些高官、這些將軍知道，但是他們不在乎，因為他們要在上電視，他們在把自己的退休人生當作脫口秀。要講這個故事，我要一路推到2013年。當年發生的一件事情，永遠改變了台灣軍隊的方向盤。2013年7月，陸軍義務役下士洪仲丘在退伍前3天被關進緊閉室，緊閉期間，他在高溫下被要求操練，最後中暑身亡，得年24歲。這件事爆出來之後，全台灣炸鍋，因為有一半人當過兵，一半人知道部隊裡面有多爛。白衫軍運動開始，25萬人穿着白色上衣走上凱道，國防部長高華柱引咎辭職，立法院3讀修正軍事審判法，軍人在非戰時的刑事案件一律移交一般法院審理。洪仲丘案的本質是什麼？是一個年輕人在軍隊裡面被不當對待致死，這是真實的悲劇。改革是正確的，軍中人權確實需要被看見、被保護。但改革的方向從那一天開始就走偏了。怎麼偏的？你想象一下，這是一個人性的問題，這是一個組織管理、領導統御的問題。你是一個連長、營長、旅長，你看到國防部長因為一個士兵中暑就辭職了，你學到什麼教訓？你學到的教訓不是要更專業的管理訓練安全，你學到的教訓是不能出事，出事你就死定了。所以從那天開始，整個軍事管理的文化開始轉向。上一集我們講過的32度就停訓、遮陽傘、打靶、體能標準下降，全部都追溯到洪仲丘這個轉捩點。如果他真的讓軍中變好也就算了，但洪仲丘案過了這麼多年，唯一留下來的痕跡就是讓他姐姐當上立委，跟民進黨的年輕一輩結婚，然後就再也沒有了。軍中冤案還是繼續有，
冤案陳情的媽媽們還是在，但是問題沒有解決，只有一個人當上立委，他後來甚至沒有處理相關的軍冤案。但是還沒完，後面還有一件更諷刺的事情。2025年3月13日，賴清德總統，我們的校長，召開國安高層會議，宣布因應中國滲透跟間諜活動，恢復軍事審判制度。未來現役軍人涉犯叛亂、力敵、泄密、廢除職務、抗命等軍事犯罪，將交由軍事法院審判。各位一定在想，軍事審判不是2013年洪仲丘案之後就廢除了嗎？對，你記憶沒有錯，當年是誰主張廢軍審？民進黨。當年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提案推動廢除軍審，當年民進黨的所有網軍、所有的側翼、所有的爪牙，把軍法復辟罵到臭頭，結果12年後的現在，民進黨自己執政，自己的黨工一個接一個被爆出是共諜，府院黨全面淪陷，賴清德身邊還有人在泄密，然後民進黨自己宣布說，哇，太嚴重了，我們要重啟軍事審判。這時候那些網軍到哪裡去了？那些爪牙呢？那些當年罵軍法復辟的人呢？安靜的可以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馬英九基金會出來批評，這人權大倒退。但是也不要講馬英九基金會了，他們的創辦人已經廢了。當年促成修法的洪仲丘姐姐洪石又出面回應，軍審相關配套必須做足。但民進黨自己的側翼、自己的網紅軍師、自己的意見領袖，屁都沒放一個。每一個人都在講，哎呀，台灣股市上4萬是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這就是台灣國防第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你做的不是改革，你做的是為讓你當選的政治化運動。當年反軍審是政治正確，現在挺軍審也是政治正確。重點不是制度本身是好是壞，重點是誰執政。你這樣改來改去，底下帶兵人怎麼辦？你今天告訴他軍審是人權毒瘤，明天告訴他軍審是國安防線，他到底該聽哪一個？而洪仲丘案另一個讓人更想不通的後果是什麼？這場危機裡面有一個人抓住了機會，讓他從默默無聞的中階軍官一躍成為陸軍明日之星，成為知名兩岸，受到大眾歡迎，成為無數綜藝梗，成為相聲主角，成為動畫的主要人物角色的一個男子漢啊，他叫於北辰。這個人的故事，我們接下來慢慢跟各位說，會完美的示範台灣國防是怎麼從軍事專業一路走向綜藝表演，那個騰籠換鳥，那個勇往直前，那個悍不畏死的一個方向啊，你沒辦法想象啊！所有的悲劇總是有人獲利，於北辰就是那個獲利的人。而且我要先強調哦，各位，雖然我們會花很多時間笑於北辰，但是它是病症，它不是病灶本身，它只是你得了這種病一定會長出來的這種，譬如說像青春痘啦，譬如說像膿包，但是它不是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對啊，你看網友都紛紛不敢相信於北辰怎麼會是將軍，讓我們跟你仔細講一下。於北辰，中華民國陸軍退役少將，陸軍官校59期機械系畢業。他最常標榜的是中華民國承平時期最年輕的少將之一。這位老兄呢，怎麼當上少將的？我講小心一點啊，因為這涉及人事案的細節。根據公開報道，2013年的洪仲丘案爆發之後，軍方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實在太嚴重了，
排山倒海而來，各種施壓，各種爆料，連我都有牽扯進去。我也當過兵，我當然知道你公文怎麼寫的。他每天都在騙人吶。但是等等，時任的國防部長高華柱，也就是於北辰在官校時期真正的長官。长官，你說妙了吧？怎麼會長官在這個時候出來了嘞？因為有用。公子獻頭，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不要看他沒有用，但是在這個時候就有用了。來，高華柱是於北辰在官校時期的學指部指揮官。學指部是什麼意思？學生指揮部，兩人師生情誼深厚。在這個節骨眼上，於北辰就被派任陸軍裝甲第542旅旅長。你注意這個時間點，洪仲丘案剛爆發，社會對軍隊的管理方式充滿了怒火。這時候你提拔一個人去接一線部隊的旅長，你需要的是什麼人？你需要的不是最會打仗的人，你需要的是一個最不會出事的人。於北辰上任之後打出來的旗號叫什麼？以禮待兵，聽起來很進步，對不對？翻成白話叫做不操兵，用講的，用溝通，用碎念，講，念到你不去打1985為止。好了。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对？一定有人會問：以禮待兵有什麼錯？難道用打的嗎？不是用打的，詞不帶兵，你有沒有聽過？你不能把以禮待兵變成不敢帶兵。軍隊的訓練本質就是要要求，就是要嚴格的施壓，讓他從壓力裡面長出一朵花來。因為戰場上是要死人的，戰場是你殺人以便自己不被殺，所以他需要體能壓力，需要紀律約束，需要在模擬的高壓環境下測試人的極限。你把這些全拿掉，只剩下溝通，你帶出來不是軍人，是客服人員。然後2015年呢，就當了2年旅長。旅長通常是要往接下來走的啊，結果沒想到於北辰以健康因素申請退伍。各位，健康因素申請退伍，但你去看他退伍之後行程哦，每天跑2、3個政論節目，精力充沛，身如洪鐘，在鏡頭前面手舞足蹈。有網友封他休克將軍，最會跑通告。一個以健康因素退伍的少將，退伍之後比在職之後還忙，你信嗎？後來他參選桃園市議員，2022年當選，從此正式開啟退將名嘴第2春。各位，我們想提醒一件事情，雖然我們會笑他，但我不是要攻擊於北辰這個人。說實話，他在政論節目上的表現，你看熱鬧是真的熱鬧，手舞足蹈，語不驚人死不休，流量是真的有流量。問題不在於他當網紅，問題是在於一個才剛卸下現役少將身份的人，搖身一變就變成跨黨派的政論節目常客 ，YouTube 網紅。他那種轉型速度，跟他在職時以健康因素退伍的狀態放在一起看，整個就是笑話。為什麼是笑話？因為他說的東西都不可能。都不可能，好嗎？來，小杜剪貼的應該是那個維基百科的內容。他說，於北辰臨危受命，帶起部隊士氣，要求全體幹部不再有吼罵聲，以講道理的方式領導部署，同時也強調操演絕對不會因此呼。
深受時任陸軍司令李祥宙上將多次肯定，也建立了與李祥宙之間深厚的信任情誼。2015年因操勞軍務壓力過大，一度休克，甚至心跳每分鐘直接只剩39下，送醫急救後自請退伍。好，實際退伍原因呢？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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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講了，我知道，好不好？那不然是怎麼樣？要吟诵唐詩300首嘛？我告訴你，這種人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看多了。我以前負責是旅參醫，有那種每天學長，我沒有辦法講話，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連上呢，大小便拉一褲子都是，一走出營門，他媽就全好了。一拿到退伍令，一拿到那一個因病退伍令，忽然之間就沒事了。好了，你看這種東西，難道我們是第一天遇到嗎？當然不是。但是當時的部隊已經病急亂投醫了，所以連這種人虎的事情你都信，詞不帶兵呢？你上戰場跟人家說道理，對面的解放軍弟兄啊，讓我今天說個蓮花落，來，我北辰天狼刀真開心，你說好不好？別打架，大家說道理，他媽誰理你呀？搞屁呀！一退休連休克都好了，一退休上節目嘩，好啦，沒關係。他於北辰的那種轉型速度跟他在職的時候說西子捧心，是不是？就我心臟不行，沒有辦法，不行吶，那怎麼辦呢？這跟以健康因素退伍，跟他後來的風生水起、虎虎生風一比較，簡直是個笑話。也就是我國的國軍從在職的時候就是搞這一套，之後出來也是搞這一套，整個就是笑話了。而且更大的問題是在於綠營的軍事議題跟他的觀眾的軍事知識越來越依賴這種退將名嘴，他在節目上講的話就不再只是娛樂，那會變成全民的國防常識啊。而他講了什麼？來，我們慢慢看啊。來，接下來今天的重頭戲來了，北辰的軍事專業見解等等。講到這個，我要跳到我有特別替他做的這個照片，洪秀柱洪秀柱，洪仲丘案的最大受益者啊！你看，就是我們熟悉的北辰將軍吶，北辰天狼星可不是開玩笑的。來，於北辰有什麼專業軍事見解呢？我告訴你，可多了，你們都聽過很多次，但是沒有辦法，我要這樣講，我一定要從頭講。這一段你一定會笑，但笑完之後你會想哭。2022年8月4號，於北辰上了新聞，哇哇哇！當時在討論台灣的防空能力，他說了一句曠世名言：通常呢，天弓攔截率大概是70%，那我3發攔你一發，70乘以3就210%了，怎麼會攔截不到呢？各位，我不是數學老師，但我需要跟你講一個國中程度的常識。台灣現在的幾率應該還在國中教，3次獨立事件的成功率不是相加，也不是相乘，是你要3次都失敗的幾率算出來之後，用1減掉它，就是任何一顆飛彈，或者2顆飛彈，或者3顆飛彈打中的幾率，因為你算的是打中的幾率，所以0.7的命中率，3發的綜合命中率是1減去0.3，就是不命中的3次方，結果是97.3%，已經很高了，但是已經足以說服人了。偏偏於北辰不要，他一定要講210%，為什麼？因為210%比較好記呀。
因為他現場可能忽然被問到這個問題，心算趕不上，又或者是他數學不知道是誰教的，或者是210%真的聽起來夠狂。210%是什麼概念？你去菜市場買菜，老闆說這顆西瓜甜度210%，你會買嗎？你會覺得這個老闆腦子有問題？但是這句話是從一個退役少將的嘴巴裡說出來的，而且他不是在路邊聊天呢，他是在全國電視節目上說。鄭弘儀那時候還說：“哦，對，好。”聯合報刊出報道之後呢，退役飛彈部隊的主官看不下去，公開痛批他信口開河，太離譜啦。這個前主官特別強調，如果對方是機動發射，你一旦未能掌握敵情先機，較難有效發揮反飛彈功能。反飛彈的成效是看部署應變與靈活戰術應用。翻成白話是什麼？飛彈防禦是複雜的戰場科學，不是小學算術。結果於北辰怎麼回應？他說：“媽，你幹你們啊，批評我人都是小粉紅。”小粉紅，各位，你看到重點嗎？當有人用專業指出他的錯誤，他的回應不是檢討自己的錯誤，是指控對方是中共同路人。這個操作模式，你接下來會在他所有的爭議事件裡面重複看到。你以為就這一句？沒有，我們於北辰堪比廣告智囊，廣告金頭腦，他的金句存量無限。來。這一句話就跟我們昨天講高德地圖一樣啊。他說，如果解放軍來到台灣，連不上 Google 導航，一定會迷路。棒，讚，太厲害了，了不起！各位，解放軍的導航系統，我們昨天就說過了，叫做北斗，他們有自己的衛星定位系統，覆蓋全球啊。而且，就算真的用 Google， 台灣的 Google 地圖，全世界都能下載啊！你覺得解放軍的參謀不能提前下載，是不是？下到 local 端吶，下到 local 端吶。好啦，2020年12月14號，他在台灣最前線，看這個到底是三立還是民視的，我都搞不清楚了。每個節目的名稱都差不多。來，他說你們這些解放軍真的以為台灣的城鎮都跟你們一樣是土房子嗎？這麼矮，裡面都是土坡嗎？第一個，我實在搞不懂，你要講解放軍戰力跟台灣房子是不是土房有什麼關係？結果這句話呢又被收錄，又變成了土房哥的綽號。恭喜啊，於北辰，你的外號比你的軍事分析傳得更遠。那至於另外一位燒烤哥呢，最近迷上了做家務，最近都在洗地，辛苦他了。還沒完。如果他只是對岸有仇恨，譬如說徹底痛恨解放軍，要把解放軍講成白痴也就算了。不是，他有一次上節目，不知道是年代還是哪裡的節目，他說：“嗨啊，各位，兩岸現在分治的狀況歷史上很常見。”例如說，請注意，這不是我講的哦，幹，我沒有那麼低能。他說，譬如說，東漢、西漢都自認為漢，稱對方為魏政權；東晉、西晉當年都稱自己為晉。宋朝雖然分裂，但是南宋、北宋都稱自己為宋。嘿，各位，我再強調一次啊。東漢、西漢不是同時存在。你如果要拿來對比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就完全錯了。東西漢呢，在歷史上中間隔了一個王莽篡漢的新朝，不是新潮流，是新朝。南宋跟北宋呢，也不是同時存在的。北宋面於靖康之難，當時人稱作靖康恥。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就是這個意思嘛。北宋滅了之後，南宋才接着在南方建立呀。這是國中歷史很重要一課啊。現在國中歷史應該搞不好沒教了，但是於北辰當時候一定有教。這才不是博士論文等級的知識。
好了，各位聊天室的各位，你應該都國中畢業了吧？回想一下你國中的歷史課本，課本上不是都有個時間軸？西漢、新朝、東漢，這線性的，不是平行的。北宋金人入侵，然後把二帝北狩一路像奴隸小狗一樣的送到北邊去啊，然後才有南宋，這也是線性的。所以一個退役少將帶過一個完整的聯兵旅，好像最多有到4000人，但是不完整大概2000人而已。那你覺得這種說法有贏過所有的2000人嗎？真是沒有哎。來，他把線性的朝代講成平行的，把連續的歷史講成對峙的，我不確定這是故意還是無意的。如果是無意的，那代表他根本不讀書；如果是故意的，那代表他覺得觀眾也不讀書，隨便講都沒人查證。兩種解釋沒有一個讓我感到欣慰，我連笑都快要笑不出來了。他後來在臉書上，因為這事情實在鬧太大，他後來在臉書上又解釋說：“哎，我認為以後的歷史呢，會稱呼民國38年以後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後中華民國，而之前擁有錦繡江山的中華民國為前中華民國，甚至叫做大中華民國。”好哦，各位。於北辰可以是很多種專業的人，但我有一件事我確定他絕對不是，他絕對不是歷史學家。各位，歷史學上的朝代分歧是有學術規則的，你不能自己發明術語套用到歷史上，然後說這是歷史會稱呼的。歷史是後人寫的，不是你現在自己寫的。但他可以哦。我們的北辰將軍可以，因為他晚上說鬼故事，白天上電視也在說鬼故事，因為他不需要接受學術審查，他需要的只是電視節目播出描述。他被網友稱作紅綠燈戰術的笑話就來了，跟我們講地圖有關係啦。還有人看說一直看到於北辰有點賭爛，馬上換下一張。也是於北辰，等一下媽要把他故事講完，媽的靠，要一直換一直換。來，於北辰的驚人的紅綠燈戰術是什麼？他說，簡單說啦，因為這個實在是太經典，我跟你講，你在網絡上竟然很難找到原始出處，因為各種改圖、各種動畫、各種相聲，整個讓你已經找不出來了。他說，如果大意是這樣子。如果解放軍或無人作戰車輛進入台灣市區，台灣可以控制交通號誌，把紅綠燈都調成紅燈，讓對方車隊打住動不了啊！哇靠！來，這個簡單說，我們控制了陸地上紅綠燈，讓他們一直紅燈動不了，他們就打不了我們了。那這麼說來，火箭飛過底下的紅燈的時候要停下來說，嗶嗶嗶嗶，我們要遵守交通規則。解放軍絕不闖紅燈，或是你東風21或是東風16、東風17飛過去的時候，哎，地面有紅燈，大家先停下來，看這到底在幹嘛？這一段呢，讓它成為兩岸三地最受歡迎的北蘭之一。它變成一個紅綠燈困住一個重裝合成旅，紅綠燈戰術沒有辦法解決，解放軍大為頭痛。中天雅虎的報道都有提到這些有的沒有的版本。好啦，我唯一想講的是，哎，將軍啊，我們不是在上你的歷史課，哎，我們會是想知道萬一發生戰爭，台灣的飛彈攔住幾發，哎，結果於北辰給我來一個八陣圖，功在分三國，什麼攻城八陣圖，什麼東西，我這在幹什麼？害我們的那個詩沒有背好，來。有人一定會問，那為什麼還有人看，還上得了節目？這問題問了，答案就是4個字：於北辰現在的身份不是中華民國退役少將，他是流量產品。台灣現在的政論節目生態
不需要真實，不需要專業，不需要精準，它需要的是情緒、對立、金句、笑點。對，功蓋三分國，你看我被他氣到，媽的背不起來，簡直現代八陣圖啊！用紅綠燈就搞一個八陣圖了。於北辰完美的提供了這些情緒價值。青鳥們覺得幹解放軍那麼強，打不過怎麼辦？不用找於北辰。這些老青鳥們覺得，哎呀，我國的國軍實在沒有戰鬥力，怎麼辦？不用找於北辰。好，來，我們把正確詩念一遍了：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師吞吳。你看，《土房歌》每一句都是金句，流傳久遠。210%的攔截率是一個金句，《土房歌》是一個金句，南宋、北宋真正統是一個金句。每一個都是病毒式傳播的基因啊！這跟在本頻道一直談的認知安撫是完全同一個結構。你在那個什麼小小的花園裡面挖呀挖呀挖，於北辰在自己的政論節目裡面挖呀挖呀挖，挖大大的流量，開大大的花。那這才是於北辰真正的故事跟影響力。他才沒有要提供你正確的常識，他只要提供你情緒價值，你開心就好。你開心，他賺錢；他開心，他有沒有時間在處理什麼？這個選民服務，或者是處理出席質詢什麼，那個都不重要。這就是我在頻道上面一直講的認知安撫，就是根本不需要是事實，它就提供情緒價值，就跟昨天講的晉高德地圖是科學理論，是科學知識嗎？不是，是情緒價值。說，哎呀，我大中華民國政府好厲害，竟然連高德地圖都可以進，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哎，開心了，對不對？觀眾聽完210%覺得安心了。但台灣的真實防空能力一分一毫都沒有提升。於北辰不是在做軍事分析，他是在做情緒按摩，按摩，按摩，按摩。而且北辰呢，如果只是不讀書，歷史不好也就算了，他本人還有一個很棒的融入背景的能力。好，如果於北辰只是講話不精，那頂多是個草包，但它不只是草包，它是一個會變色的草包。2018年8月12號啊，各位，你看看我背後的這一個圖，來，不行，這個字眼太精準了，我要這個好好的把我自己的帥臉留在旁邊。這是2018年深圳衛視統一是所有中國人要過好日子，那是深圳衛視去訪問他，他自己講的。你看看他的名頭，當年寫什麼？台軍退役少將，桃園黃復興黨部主委啊！哇，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開心？是。那但是不能一直都開心吧？不能一直都這樣。於是後來他就變了一個人。那但是變了什麼人呢？我們來慢慢講啊。這是什麼？他當時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黃國元支部主委。節目上講是什麼？來完整的告訴各位，統一不是口號，統一是所有中國人要過好日子，所有中國人要強起來，在世界上走起路來，人家都是非常敬仰、非常佩服，這是所有中國人要爭取的。你把臉遮住，你把臉遮住，我他媽以為是國台辦在講話。各位，這是一個中華民國的退役少將在中國的電視台上面喊統一。而且他喊的是哪一種統一？他喊的是所有中國人的統一。注意他的用詞哦，所有中國人，不是中華民國，不是兩岸，是所有中國人。2018年，然後呢，2020年9月，
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張又俠把他黨部主委職位給撤了。根據他自己的爆料，是因為張又俠支持寧可兩岸統一，也不願意屈服在民進黨統治之下。翻成白話就是他被自己黨內的人因為不夠統一等等，這到底在幹嘛？角度打壓不對吧？不對，等等。2018年你還說所有中國人要驕傲，結果2020年他說被我黨的統派幹部解除職務，這中間他的立場改變了嗎？還是張又俠變得比他還統，覺得你不夠統嗎？結果更妙的，我追不上張又俠啦，你老杯嘞，幹你們中文是不是媽不好？來，這個人叫張又俠，是這個張又俠，不是嗎？中央軍委那個張又俠，好不好？來，你看他變來變去，已經變到他自己搞不好都頭暈了，因為我看都頭暈。2021年呢，9月30號，於北辰寄回國民黨黨政要退黨。2021年12月30號正式宣布我退黨了。為什麼？因為我無法接受9·2共識，以及國民黨不敢依強硬態度應對中共。幹，北辰無祖國啊！北辰的立場3年之內就從統一是所有中國人要過好日子，到我無法接受9·2共識啊，中間隔了3年。3年之內，一個人國族立場，各位，請他記得數學要好，將來長大沒煩惱。國族立場在這裡是180度轉彎。不是360度轉彎，360度會轉成原來那個樣子啊，好不好？來，真是笑將無祖國啊，對不對？一個笑得開心的人，怎麼會在乎到底是什麼樣子呢？所以，你可以說於北辰是良心發現，但也可以說他是商業市場的小天才。什麼天才呢？因為他看到了在台灣有一個更大的市場，有一個擁抱賴清德、擁抱蔡英文，自然就會出現。事實上，就是民進黨的政論節目非常愛用他。為什麼愛用他？因為他可以用退休少將加外省第2代加前國民黨幹部的身份，去攻擊前東家、攻擊藍營，替民進黨的國防政策背書，這種自己人的做法，收視率最高，收視率最高。所以我們要說啊，北辰真是一個商業鬼才，他一下子就看到哪裡通告費多，哪裡標案多，哪裡賺得了錢。這個東西就是學得會，學得乖，民主的通告費賺起來哪有不寒磣的呢？對不對？而且早些年聽說很多韓粉支持他呀，這個我都不敢講，這個黑歷史很恐怖啊。來，好吧，但是一個人立場可以轉變。你是退休軍人，這件事情總不會變了吧？君子絕交不出惡言，這句話仿佛不在北辰字典裡面。有奶便是娘，我賺錢我驕傲。覺醒少年於北辰這時候出現了。2025年哦，國軍不是要加薪3萬嗎？然後民進黨不知道為什麼要鬧得這個很大。現役軍人強烈反彈說：“媽，我這麼辛苦，又可能要上戰場打仗死人吶，為什麼不給我多錢？”藍營要求落實加薪。於北辰怎麼說？北辰怎麼說呢？北辰在3立的政論節目就是要客訴說，為了錢當軍人不叫自願役，那叫傭兵吶。想要賺錢去當傭兵，就不要來國軍騙錢。真的不想幹就退伍，不要演了。哇靠！
覺醒於北辰，這時候連自己以前當到少將都他媽忘記了，可見國民黨有多麼可惡。把他洗腦之後，一夕之間脫離國民黨，整個天空都開闊了，整個通告都增加了，賺錢嘛，哪有不寒磣的啊？開玩笑，來，各位，一個退役少將哦，領着退休俸，拿着這個政論節目的通告費，還有市議員的薪水，公開嗆那些月薪3萬多。24小時待命，被家長打1985，被民意代表洗臉，被禁止在32度以上操練的現役軍人說：“你不是為了錢才來的，你是為了愛國，所以不要吵加薪。是什麼？不要吵醒林嘉欣，林嘉欣要喝酒，是不是？不要吵加薪，幹了不起，了不起，這真的。”你也太令人敬佩，他的立場這麼轉了又轉，轉了又轉，轉到他自己搞不都忘記他是誰了。但是等等，有人翻出來他2016年的舊文，他自己當時在臉書呼籲調整國軍本俸啊。2016年的於北辰說國軍本俸要調整，2025年於北辰說想加薪的軍人是傭兵吶。於北辰說他當連長的時候去福利社買的可樂就是不喝給阿兵哥喝，因為喝可樂會變胖。媽，那不要買可樂啊！你幹嘛神經病跑去福利社買可樂？來，我們這樣講。穿越的於北辰在9年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他當選了議員，拿到了退休俸，拿到了每個月政論節目的通告費，他再也不需要那份本俸了。所以他今天在節目上說：“你們這些為了錢當軍人的人是傭兵”的時候，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反正我現在不缺那薪水，所以我的道德高度可以很高啊，站着說話不腰疼，好不好？站着說話不腰疼，那你看，那你到底是要怎樣？你到底是被衝啥啦？我真的不知道啊。好，等等，我們接下來後面還有有趣的故事。來，你們想象一下。一個可以在3年之內從統一到翻到反共，一個可以在9年之內從加薪到罵加薪的人，他在電視上講的任何一句軍事分析，你要信多少？而且這樣子的人有忠誠度，你的高階管理者是一個哪裡給錢哪裡都好的人，這樣能夠帶兵嗎？這樣能夠帶兵嗎？我真心不明白，我真心不明白。但是我覺得於北辰應該寫一個輕小說，叫做《穿越異世界的我忽然忘記自己以前當到少將，於是反對部隊加薪》。你看這個輕小說的名字寫得好，對不對？穿越異世界的我忽然發現加薪不重要，所以我不要加薪。哎呀呀，是不是被夺舍了？是不是？隨便。哎呀 ，Nancy 說什麼？哎，什麼嫖娼被偷拍了，不然沒理由180度轉彎。錢吶，這世界上賺錢沒有不寒磣的，所有的理由都是因為錢不夠，錢不夠，好不好？說於北七根本就是人形古靈精怪槍，但是各位，今天呢，有人一直瞪着我的後腦，讓我覺得頭皮發麻。為什麼呢？加拿看出來沒有？都不知道顧立雄為什麼忽然之間變這麼老了。來，我們看一個更大的結構性問題。你覺得於北辰已經是結構問題也就算了，
偏偏不是。這支軍隊的最高長官，國防部長是誰？是我後面的顧立雄啊，人權律師顧立雄，中華民國有史以來做到最高職務的顧立雄。先講了，我以前跟顧立雄常常吵架，我常罵他，但是我這一段不是要攻擊顧立雄這個人。我說過了，今天出來的所有的人都不是病灶，它是病症。它是一個國家瓦解到這個程度，一個軍隊敗壞到這個程度，必然出現的一個狀況。老顧啊，顧立雄作為律師，確實是台灣律師界的頂尖人物，了不起。他辦過蘇建和案、洪仲丘案、國務機要費案，都是重量級的案件。他的法律專業呢，毋庸置疑。問題是，法律專業不等於軍事專業。各位，顧立雄簡歷一字排開。律師、立法委員、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國防部長，找到重點了嗎？在他成為國防部長以前，他從來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他搞不好連軍事電影都不看。他服過兵役，當過陸軍少尉運輸排長，就這樣。一定有人說了，哎呀，美國國防部長不也是文人嗎？文人治軍有什麼問題嗎？是美國國防部長是文人，但是美國的文人國防部長通常有非常深厚的國防政策經驗，通常是訪問學者，通常是政策研究顧問，跟軍方有長期的合作關係，而且背後有五角大廈一整個專業幕僚系統支撐。他不是昨天是經管會主委，今天是國防部長那種跳槽。但根本的問題是，美國的文人國防部長上任之前，一定要經過國會的聽證會、資歷審查、聽證、質詢、表決，整個過程可能長達幾個月。而且國會議員裡面有很多退役軍人，有軍事專業背景的人，他們會用專業去拷問這個人選適不適用。台灣有嗎？台灣的國防部長人事案立法院只是走個形式啊。顧立雄從經管會主委、國安會秘書長，最後跳到國防部長，這裡面有沒有問過他軍事專業的問題？有沒有人知道他懂不懂輕槍蹲下？他會不會填保115洞洞量表？他會不會用 WD-40？ 他會不会？會不會？謝謝 Kate 今天抖內。然後這個廷爺，那你一個阿宅怎麼突然對軍事時事國際都這麼了解？告訴你，林北同時用9個 AI 在查我每一天所做的所有資料。你今天如果聽到有任何錯，表示我懂得不夠多， AI 也懂得不夠多。 AI 出來的資料，我還要每天花2個小時交叉比對、交叉驗證。這個叫做功課，這個叫認真分析。因為我現在一天只需要做這一集節目，所以你可以回去看我做的內容裡面，除了吃飯咬到舌頭之外，否則根本不會出事。還有人問我說眼睛在看哪裡？幹你啊！我在看那網友留言，好不好？所以啊，請各位理解，好不好？請各位理解，這什麼？我道德操守很低呀！操你媽！我更生人怎麼樣？害怕了對不對？我跟台電的董事長一樣是更生人，開不開心？開心吧？但我叫你吃屎，你會吃屎嗎？我叫你吃飯，你會吃飯嗎？你會因為我叫你吃飯，你不聽你就去吃屎嗎？隨便你，你家的事。我才沒有管那麼多嘞，我又不是來救你的。來，接下來要講什麼？他的專業其實是商業法。真正的問題，我在每個多元宇宙裡的字又看不到，他送出一個讚，好，謝謝，我按個讚。
來，真正的問題，台灣的政治生態忠誠度比專業度重要。它重點不是在於他是不是軍人，重點在於顧立雄的法律專業背景跟他現在要做的事情產生的3重諷刺。第一重諷刺，軍審的180度大轉彎，這是什麼狀況？這是顧立雄當年一手親自推動的。他是洪仲丘案的義務辯護律師之一，耶，他是裡面最大牌的啊。2013年，他站在洪家那邊，要求廢除軍事審判。當時他立場非常清楚，軍事審判制度有問題，軍法官身份保障不夠，軍法體系不值得人民信任，這是他當時的主張，完全合理。某種程度，我也同意。當年別忘了，我從來沒有否認過啊。那個洪仲丘案子，小弟也上去鬧了一鬧，只是我鬧完沒有拿到官銜，沒有像那個林飛帆等人後來下台可以開心做官。好，那等等，你不要來這邊罵郭正亮嘛，說什麼郭正亮最近講很爛，聽老朱更好。我沒有付錢哦，好，乖下去領500。來，等等，拉回來。然後2025年3月13日，賴清德宣布重啟軍事審判。顧立雄坐在國防部長的位置上，要推動什麼？推動他當年親手要求廢除的那個制度。國防部開記者會的時候，記者追問顧部長啊，你當年是洪仲丘案的律師，當時主張廢軍審，現在你要怎麼推動重啟？你不是推車子壓自己的腳嗎？結果呢，他叫人家掩護，你知道？國防部法律事務司司長沈世偉當場的回答是什麼？他說：“哎呀，顧立雄以前是人權律師，對公平法律相當要求。他堅持未來平時軍審制度需要建置公平法院、正當法律程序。翻成白話是，當年他反對的是不公平的軍審，現在推動的是公平的軍審。”這個說法在法律邏輯上是成立的，但是各位，你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一種荒謬？有沒有一種荒謬感？一個律師當年打到國防部長下台，現在自己變成國防部長，要把當年他打倒的制度重新建立起來。而且請注意，當年反軍事審判制度的主力不只是顧立雄一個人。當年民進黨團的總召柯建銘提案推動廢軍審，不過他現在被幹掉了，當年民進黨所有的立委、側翼評論員異口同聲罵國民黨是軍法復辟，是戒嚴思維，是人權倒退。2025年重啟軍審，柯建銘還是總召，人也沒換，不過第2年他就換了。民進黨當年的立委也大多還在政壇，他們現在的立場是什麼？配合黨的決定，一切配合，這就是結構問題。當一個政黨可以從絕對反對走到絕對支持，而且一個人可以從絕對反對廢除他，到現在要重建，整個黨內沒有人敢站出來說一句等等，這跟我們當年的主張完全相反。這個政黨的立場就不是立場，這個是戰術。這個立場是戰術。一個把國安政策當戰術的政黨，他怎麼期望你的軍隊有長期穩定的發展？你今天告訴將軍說：“我們要廢軍審啊！”明天告訴同一個將軍要恢復軍審，那將軍怎麼知道該相信哪一個？你先告訴他慈不掌兵，然後又跟他講慈愛要當大家的好爸爸、好媽媽，他要怎麼過活？更離譜的是，馬英九基金會出來批評重啟軍審是人權倒退，洪仲丘的姐姐洪慈庸出面表示配套必須做足，這些人的反應才比較像我們期待的監督式民主。不管哪一黨執政，政策有問題就提出質疑嘛。但是那些當年打着軍法復辟旗號衝鋒陷陣的網軍爪牙側翼，他們現在人在哪裡？他們安靜了，
因為這次是自己人在做軍法復辟。第二重諷刺，我當年跟顧立雄交鋒是因為毒品除罪化這件事情。2016年8月，當時還是立法委員的顧立雄舉辦了一場擴大適用毒品罪醫療前置化修法公聽會。公聽會的主張是讓初犯適用毒品人在進入司程序之前，先去醫療機構接受藥癮治療，如果順利完成治療，就不用入監。我當年在網絡上公開批評這個主張，我說這就是毒品除罪化。顧立雄當時還澄清說，醫療前置化不等於除罪化。我們兩個在網絡上公開辯論了一陣子。好，9年過去了，我從北監剛出來，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的立場變得更堅定、更明確，因為毒品的問題是治不好的，是他心裡面有一個洞，他靠藥品來治。你以為關在監獄裡面就可以不用藥嗎？我告訴你，照樣用。他去看說失眠，他去看說他腳痛，照樣可以 OD， 照樣可以用藥。來，顧立雄當時說沒有，我們是好，為了減輕壓力。醫療前置化跟除罪化在法律定義上確實不一樣，但是在社會效果上面，當你告訴毒品初犯你不用被抓去關，你先去醫院治療，這就是實質的除罪化，這就完全沒有嚇阻力。我告訴你，現在連有期徒刑Uter X 說看透結局不講國內政治，我他媽現在講的是國軍的制度啊，這是政治嗎？你有沒有大腦啊？你媽沒生大腦給你是不是？我講媽於偉成就是國內政治哦，你是不是媽腦袋不好？來，我告訴你，對於那些毒品犯而言，根本沒有用。顧立雄有沒有去坐過牢？顧立雄，你身邊你有沒有跟這些毒品犯關在一起關1年？如果都沒有，那你他媽怎麼有資格在我面前講話？部隊裡面最怕什麼？怕毒品啊！部隊裡面一旦有人吸毒，會發生什麼事情？紀律崩壞，管制武器人失控，他會把東西拿去賣，拿去換藥物，拿去想辦法換毒品。管制武器人不但失控，敌方滲透會變成破口。所以嘞，然後你派一個當年主張毒品初犯可以先不进監獄的律師當你的國防部長，這在邏輯上，這在基層觀感上，在軍紀傳統上合理嗎？第三重諷刺，逐段標無。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當初最早這個系列的第1集在講什麼？國防部下了一個規定，就以後為了標密等，他每一句各位長官大家好，後面無，因為無機密密等。然後為了防共諜，國防部要求所有公文的每一個段落都加注無機密、普通或機密字樣，連問候語都不放過。結果這個政策6天就被迫轉彎，因為太蠢了。你在 LINE 裡面傳，今天大家吃飽了沒？無。今天各位中午有沒有去大便？無。今天中午便秘了沒？無。這個政策為什麼會出現？因為這是律師思維。律師的工作邏輯是什麼？是窮盡所有可能性，標注所有風險，避免所有遺漏。律師寫合約的時候，會把每一個條款、每一個例外、每一個負責全部寫清楚，因為對他來講，他要有免責條款。那所以嘞，如果你今天的部隊是律師思維、律師想法、律師的解決方案的話，你覺得這部隊能不能打仗？對面解放軍啊，我們要先簽一個免責條款。免責條款就是希望大家記得，遇到投降的時候要直接把人帶走，不要往死裡打。但你把這套邏輯
搬到軍事管理上，就變成災難。因為軍事管理的本質是該抓大該放小，不然你事情管不完，嚴重的事情嚴辦，不嚴重的事情先隨便。你要優先處理真正的國安破口。媽的 ，TikTok 又叫我要。哦，再來，沒問題，都可以。那每次都要在那邊搞一堆有的沒的東西。來，好啊，顧立雄的律師邏輯啊，讓他看不到這個差別。他以為只要每個段落都標注有免責條款，每個環節都防範，就是盡職。但他不知道，當你把全部標注當成 KPI 的時候，你就失去了判斷什麼重要的能力。共諜案還不是發生了，沒有因為逐段標無就少了一個。這才是律師治軍的核心問題，不是他不認真，恰恰相反，他太認真了，認真到分不清主次。你把這三重諷刺放在一起看，一個當年反軍審的律師要推動重啟軍審，一個主張毒品醫療前置化的律師要管理毒品零容忍的軍隊，一個習慣窮盡所有條款律師搞出了逐段標無這種災難政策。你說他人不好嗎？他好人啊，他是大律師他是人權律師，他愛台灣啊。但是他就不該當國防部長，因為他的專業訓練跟這個職位的需求根本不相容，根本不相容。而且你知道嗎？2026年4月23號，顧立雄又做了一件事情，完美印證了律師當國防部長的荒謬。起因是中國的高德地圖啊，昨天直播才講，他忽然之間在台灣爆紅。這個 app 有一個神奇的功能，紅綠燈倒數計時，精準到幾乎零誤差，北市、桃園、台中、墾丁都能用，連高雄的紅綠燈秒數他都查得到。這怎麼做到的？不是透過交通部數據，台灣官方沒給他資料，是透過使用者的大數據推估，每一個人在紅綠燈前停下啟動的行為資料，全部回傳中國伺服器 AI 運算之後，推算出紅綠燈秒數。換句話說，每一個在台灣用高德地圖的人，都在免費幫中國建立台灣的交通圖資，就跟臉書跟 Google 跟你知道的所有的 App 系統一樣。數發部說公部門禁用，內政部說會做風險評估，然後國防部長顧立雄跳出來說：“我們會通令國軍全體上下禁止下載使用。”媒體問說：“那軍人私人手機怎麼辦？”顧立雄立刻回答：“私人手機也一併納管。”哎呀呀，這到底是怎樣？買記體賺1倍，說部隊這10年紀律變得很差，不是變得很差，是一直都這麼差。來，鉛球板、6合彩、毒品都很常見。工讀生在幾年前簽下去被半信半強迫簽牌，輸60萬，最後聽到放假時在家裡喝鹽酸，好吧。各位，你停下來想一想。一個人權律師出身的國防部長宣布一個軍人的私人手機，他也要納管，真的地震哎呦，還蠻大的各位。好，但是我繼續講，如果出了什麼事情，各位記得要繼承我的遺志。來，人權律師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是個人隱私，是國家不能過度介入私人領域，是你的手機是你的，這是他當年幫蘇建和案、幫洪仲丘案官司的信仰。今天同一個律師用國防部長的身份，要納管軍人的私人手機，聊天室的各位，順便幫我查一下，這個地震到底多少級啊？台灣地震，我在台北很有感。來。一定有人要說這是國安需求這個 app 會洩露軍事機密慶祝2026年國際勞動節，我完全同意app 是有資安風險的，
我們也同意現役軍人應該避免使用，但問題不是該不該限制，問題是顧立雄這個人說出這句話，他跟俞北辰先講統一後講反共一樣荒謬。一個是顧立雄當年告國防部、告軍審制度、告一切政府侵犯人權的律師，現在坐在國防部長的辦公室裡面說軍人的私人手機我要納管，這中間的認知轉換是怎麼發生的？是他的人權立場轉變了，還是他的立場本來就跟着位置走？而且還有一個更好笑的後續，這件事情公告之後，根據 PTT 跟各大社群的反應，高德地圖的下載量不降反升，反而增加了。為什麼？為什麼？因為台灣現在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政治現象，只要民進黨進省，反對民進党人就會特別去用，因為代表那個東西一定好用。事出異常必有妖。哎，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國家級警報啊？哎，我有哎，我收到嘞。耶，我收到國家級警報啦！耶，開心，哈哈。好，我看一下啊，顯著有感地震，北部地區，幹沒寫。哎，小紅書進，更多人去用；抖音進，更多人去用；TikTok 進，更多人去用。現在高德地圖進，同樣更多人下載。這不是合理的行為，這是政治對立的產物。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崩潰到一個程度，政府進什麼，民眾就反而偏要用什麼，純粹為了證明你管不到我，而且那個東西原來也是好用。顧立雄想要納管軍人的私人手機，結果民間對他的禁令直接用下載量打臉，這個景象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不是高德地圖有多好用，是政府已經失去了對社會的說服力。那為什麼會讓他當國防部長呢？因為蔡政府、賴政府執政以來，對國防部這個部長的思考方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樣。在他們的思考裡，國防部長的第一個職責是政治可靠，第二個職責是好管，能打仗、懂軍事、帶得了部隊。這些真正有戰力的事情排在很後面。那為什麼排在很後面？因為重點是，這是一個政治任命。這是一個政治任命，所以這才是整個系統的問題所在，不是顧立雄一個人問題，他不是病灶，他是病徵吶。篩選出顧立雄那套系統邏輯有問題。還有俞北辰說，解放軍來到台灣連不上 Google 導航一定會迷路，但他們有高德地圖啊。人家中國自家的高德地圖不止不會迷路，還能精準到零誤差的告訴你紅綠燈什麼時候變換。你還在電視上講那個笑話，中國那邊 App 已經幫他們畫好圖了，而且因為北斗衛星的精度到米等級，所以換句話說，你到米級的時候，它可以告訴你是在第一車道、第二車道、第三車道。這個才是真相，這個才是真相。那你覺得這個事情怎麼說得過去呢？說不過去啊，說不過去啊，各位。
那但是他們照樣拿通告費，照樣賺錢，照樣成為新時代的綠營觀眾的好寶寶愛好者。唉，但還沒完，我要再強調，接下來我們講的這個事情呢，跟國軍基層無關，不是他們的錯，而是現在的國軍呢亂了套了。好，各位，這個我要把我的頭盡量縮小一點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前面5章我們講的都是上層將軍部長政策，現在來看底下，你怎麼把人招進來？2018年呢，台灣全面實施募兵制，也就是說，當年的想法是，我們把部隊都改成4個月以後的主力部隊，全部都是志願役，你也不能再靠抓壯丁了，你要靠吸引力把人招進來。但軍隊的吸引力不夠啊，薪水不夠高啊，訓練環境差呀，社會評價低，怎麼辦？基層的招募員非常可憐，他被壓了一個 KPI， 他說你這個月要招到多少人，招不到扣考績，你就看到了台灣軍事史上最精彩的一頁。我當兵的時候也有，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女官，沒有什麼 KPI， 没有什麼 Instagram。2018年3月，陸軍第8軍團的 Instagram 賬號上面出現了一張照片，2名女士官化了濃妝，嘟起小嘴，穿着軍常服，但裙子疑似被改短，配文寫着新來的妹子。各位，如果你停下來想想這5個字啊，這5個字要出現在什麼地方啊？總之不是軍隊，但是當年這5個字出現在中華民國國軍的官方招募文宣上面，而且是陸軍第8軍團。這是駐守在高雄、屏東、台東、花蓮的陸軍主力，他們的戰時任務是守衛台灣南部跟東部的海岸線。他們用新來的妹子這5個字在招募能夠跟他們一起守衛海岸線的同袍。這張照片當年在網絡上大爆炸，很多人留言說：“這怎麼搞的？在哪裡？我要報名。”也有人留言說這是軍隊還是夜店。當時的立委在記者會上直接痛批啊，這根本就是夜店的客廣告。國軍後來緊急下架，但這只是開始。我跟你講，這真的不是他們的錯，你給他們壓力，那他們能怎麼辦呢？他們能怎麼辦呢？好，等等，這個由於你看到我的角度這樣不太對，但是因為我放在那裡剛好注當事人的照片，好不好？就沒有問題，我快講，不然你一直看着我穿着軍常服的樣子會很尷尬。來。同一時期，另外一個女士官在臉書上貼出自己身穿軍常服的大頭照，無辜的大眼直視鏡頭，旁邊寫着“請讓我為你服務”，還附上她的個人LINE賬號。來，我相信你沒有在國軍的制式公文裡面看過這件事情，好不好？那這也是中華民國國軍的官方招募文宣。然後那個貼LINE賬號的人呢，被騷擾了。女士官說：“我覺得心裡非常不舒服。”說：“保防快來查。”然後加了一句讓人很心酸的話：“我只是想要一個成效而已，很難嗎？”各位，你看到了嗎？這個女士官不是壞人，她甚至只是想要做事而已。好，你們在那邊廢話要求，我就轉回那個地方來。他被業績壓到走投無路的基層啊，他的長官給他 KPI， 你這個月要招到多少人？他沒有預算，他沒有專業行銷團隊，沒有廣告公司幫他做文案，他就一張臉跟一個LINE賬號。結果嘞，長官還罵他。
這才是讓人家真的覺得很不忍的地方。你笑的是文案的荒謬，你哭的是一個基層女兵、女士官在體制壓力下的無助。但更經典的是，後面有另外一個女士官臉書貼文，標題是“我想找個人陪我，你願意？”各位，你如果把這句話貼在交友軟體上，完全沒有違和感。但這是軍隊招募，你用交友軟體的語言招的不是男友，是保家衛國的軍人。你用這種語言招軍人，你招到人心裡想什麼？而且同樣的，這個女士官貼出來，也是被大量網友騷擾、傳訊、打電話。事後，她也崩潰發文。我只是想要一個成效而已，很難嗎？因為軍方給他的 KPI 只有一個字，叫做招，招不到就扣考績。至於怎麼招，沒有訓練，沒有專業指導，沒有預算資源，他只能用他的直覺。他的直覺告訴他，網絡上的女生就是這樣吸粉、這樣衝流量、這樣變現的。那我也試試看。文案很荒謬，但是基層在體制壓力很無助。來，這一張圖不要只看我的頭，要看另外一邊，看到另外一邊有沒有？不對，這一邊最旁邊的是招生娃娃機，他在娃娃機裡面提供了這個 LINE ID 還有自願意招生資訊。機台裡面放的是手榴彈模型存錢筒，機台外面用粉紅色的麥克筆寫的雄壯威武嚴肅剛直安靜堅強確實肅節沉着忍耐積極。好，我背這個幹什麼？好了，你夾到的獎品是什麼？一個手榴彈模型存錢筒。然後你掃的 QR code 是什麼？是軍隊的招募連結。各位，有人說這是創意啊，但是以色列的軍隊需要把募兵資訊塞進夾娃娃機嗎？韓國軍隊需要讓女士官在 Instagram 上面嘟嘴自拍招兵嗎？美國海軍陸戰隊需要在臉書上寫想找個人陪我？不需要，因為在那些國家，軍人這個身份本身就有吸引力，就有社會的誘因。你不需要用交友軟體的語言去推銷它。台灣需要，因為在台灣軍人這個身份的吸引力已經低到必須靠美女牌跟夾娃娃機來補救了。2018年4月。國防部召開檢討會，當時的立委痛批，這根本是夜店攬客廣告。國防部長下令嚴禁官兵在街頭擺攤、網絡輕佻文學。好，進了，然後嘞，好了，然後我終於可以回到我原先的位置。故事就是這麼複雜。這個接下來更誇張，但是因為他用的那個東西，這個嚴端會說這是騙小孩的伎倆。好，沒問題，我告訴你，為什麼接下來我沒有圖可以用，是因為這個技術實在太刺激啦。到底幹什麼？2026年1月，8年後 ，Threads 上面一個徐姓陸軍上士爆紅，他發明了一個陸巡戰術。他在各種貼文下面留言，開頭都是“您好，您被我陸巡到了”。他的招募對象是可以當兵的人嗎？不是，他招募對象是企業老闆、待業青年、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全都有。但最經典的是，只要有嬰兒爬行的影片，他就會跑去留言說：“媽媽你好，早安，被我陸巡到了。看着他努力向前的模樣，就是我們守護的理由。現在的匍匐前進，是為了長大後的昂首闊步，加入中華民國國軍，讓我們用堅實的肩膀為下一代築起最安心的堡壘。”好了，你也知道，媽媽這個帶着寶寶就是炫娃嘛。
炫耀他的娃兒。那怎麼搞的呢？媽媽們就想要湊熱鬧啊，就想要湊熱鬧，湊什麼熱鬧？說我家寶寶也適合嗎？tag他，我家寶寶也適合當兵嗎？還有人對嬰兒照留言說，髮型已符合國軍規定，16年後來報軍校正旗班。這名上士呢，單月瀏覽破750萬，粉絲3萬多人。然後重點來嘍，自由時報怎麼報道這件事情？他說：哇，真的有招到人，最狂招募軍官 Threads 上陸巡太幽默，圈粉3萬人，連嬰兒都不放過，國軍招募新玩法，刷新網友印象。2018年國防部說嚴禁輕佻文宣，自由時報也跟着大篇幅批評物化女性，影響國軍形象。2026年同一個行為，對嬰兒留言招兵，拜托，你不會覺得太誇張？到底有什麼事情不可做了？中間的差別是什麼？是執政黨。2018年執政的是民進黨，但是蔡英文第一任期還在初期，國防議題還沒有被政治化到這個程度，媒體對於輕佻文宣還有基本的專業判斷能力。2026年執政的還是民進黨，但已經進入賴清德時期。媒體知道，只要是挺國軍的，就是挺賴清德；只要是挺賴清德的，我就要給正面報道。於是，同一個行為從輕佻文宣變成創意招募，從影響軍人形象變成幽默圈粉。媒體不是在報道事實，媒體是在服務政治，這就是台灣現在的新聞生態。但我必須要停下來講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比媒體雙標更嚴重的問題。聊天室，你跟我一起想，陸軍上士、海軍士官長、海巡招募員，這3個人的陸巡、海巡操作到底是在做什麼？ET Today 說他們是神回復，來，沈正東，來，你說詆毀造謠國軍什麼心態？叫他們來告，歡迎來告。任何人，你覺得國軍被我造謠、被我詆毀了，都來告，我一條一條、一樣一樣拿出來打臉你，不要崩潰哦，乖，好不好？來。ET Today 說他們神回復，勁爆說他們拉近軍民距離 ，Line Today 說他們刷新網友印象 ，Threads 上面的網友說他們撥雲見日。我承認，這些人、這些招募員的留言很有梗，他們的個人特質很討喜、很認真、很努力，他們本人也可能願意認真工作，但是。當一個海軍士官長對着一個還在爬行的嬰兒說：“我已經看到你卓越的體能，已經優秀的3行3進，大背槍的姿勢標準無誤，我會持續掌握到您長大成人。”你各位停下來，認真讀完這句話。我會持續掌握到您長大成人。各位媽媽，各位爸爸，如果你的小孩剛剛在爬行，然後你爬行的影片放上網要炫娃，要給大家看看你兒子多可愛。結果有一個陌生的軍人留言說：“我會持續掌握到你長大成人。”你的第一個反應應該是啥？正常的反應應該是：這是一個中華民國軍一個成年男士鎖定我家嬰兒，宣布他要追蹤16年，這他媽是恐怖片的開場但是因為他穿了制服，因為他是士官長，因為這是招募，所以這個本來應該觸發警報的行為被包裝成幽默、正能量、拉近距離，這個包裝才是真正的問題。陸軍上士那句更經典，
陸軍上士那句說，現在的匍匐前進是為了長大後的昂首闊步，加入中華民國國軍，讓我們用堅實的肩膀為下一代築起最安心的堡壘。各位，這句話我來幫你翻譯一下，把所有的修辭拿掉。現在的匍匐前進，你的嬰兒現在在地上爬，是為了將來長大之後的昂首闊步，因為將來能夠挺直站立，加入中華民國國軍，你要把他送進軍隊，讓我們用堅實的肩膀為下一代築起最安心的堡壘。所以他要當下一代的盾牌。我們把詩意拆掉之後，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你的嬰兒有一天要變成擋子彈的人。而且要記得哦，軍人不只是擋子彈，軍人也是開槍的人。Cherry Cola 送出3個寶石的鞠躬。而且要記得啊，我們不能只談保衛國家這個美麗的詞，不談軍隊的真實內容。軍隊的真實內容是什麼？是訓練一個年輕人在某個特定情境下能夠冷靜的、精準的、合法的殺死另外一個人。你的小孩在地上爬的那一刻，你看到的是他的可愛、他的努力、他的純真，他未來可以太太平平、健健康康的長大。陸巡招募員看到的是什麼？16年後的兵源潛力。這兩個視角不只是不同，是完全相反的關係。媽媽跟孩子的關係是我要保護你，招募員跟孩子的關係是未來16年後我要派你去保護別人。當這兩種視角被幽默流言溫和的縫合在一起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媽媽看到留言覺得好笑，tag老公一起笑，然後在心裡，不是在意識的最表層，是在更深一點的地方，她開始接受了我的小孩跟軍隊有關係這個前提。這就是社群行銷的真正力量。它不是說服你，它是讓你習慣，讓你習慣到一個程度，當有一天國家真的需要你的小孩去打仗的時候，你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很突兀。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個招募方式比夾娃娃機更可怕。夾娃娃機是笨，一看就知道是笨，你笑完就忘記，沒有後遺症。陸巡嬰兒是精明，他精準的外科手術式的瞄準了媽媽們的猛反應，把母愛轉換成接受度。他讓你在最不戒備的狀況下，看着自己孩子的影片，心情最柔軟的時候，把他將來要當兵這個概念植入。更精明的是他的群體戰術。陸軍士官、海軍士官長、海軍招募員3個軍種的招募員自己組 LINE 群組，互相支援，把餅做大，共同經營軍警銷正面形象。這不是個別人的創意，這是有組織的社群操作。而那些吃標案的媒體呢，他們完美的配合演出。來，我各位問一下，我們複製沈振中的屁話。他說離間軍人的向心力，這是你的任務嗎？來，各位，我們講的哪一句不是實話？哪一句是騙人的？請各位覺得我這樣子有離間軍人向心力的，請加2；覺得我沒有的，請加1。今天中華民國的爛，就是因為你這種混賬，什麼都批評不得。你的部隊竟然招募是對一個在地上爬行的嬰兒。你的部隊竟然讓你的女招募員出來說，今天想要找個人陪我。你的部隊竟然對外面外流在營內的性愛影片，這是什麼爛地方？你還不敢讓他受批評？就是有你這種寵豬不孝，不對，不是這樣講，慈母多敗兒啦。你有沒有搞錯？你繼續講，你看我們這邊有多少人同意你？笑死人！我們要公審，你的愚蠢根本連公審都不需要。這邊沒有人支持你啊，好不好？你開心哦，被大家
笑了很開心，我們要笑你而已，我們要笑你邏輯差，我們要笑你沒有人同意你，多悲哀，多可憐。來，結果這些媒體完美的配合演出 ，ET Today、鏡報、Line Today、雅虎，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支持這一位來洗地的沈正宗，可悲了吧？丟人了吧？你今天想要把國軍的形象來洗地，結果你反而建立了相信他們的都蠢得跟豬一樣的形象，丟人啊！不要再出來臥底了。這些媒體一篇一篇的報道招募員的神回復，招募員謙虛回應，招募員說向老婆道歉，只尋尿布不尋手機，好可愛哦！每一篇都不是新聞報道，每一篇都是置入性行銷，而且最高明的是，這些報道不會告訴你招募很成功，但是陸巡爆紅，自願役年減淨減6784人。國防部公布什麼？哦，好棒哦，我們好厲害。2025年呢，我們的招募達成率109.1%。你看，崩潰了，崩潰了！沈正宗說：“你罵人，可悲你，丟人吶！沈正宗，你爸媽怎麼養你的？把你養成一個邏輯不好、不讀書、辯解辯護根本沒人聽的人。你出門可能都被你家隔壁的狗笑死。”自己好好看一看啊，放輕鬆，不要哭，乖乖。來，國防部公布達成率109.1%，也超過100%，新人不缺。但2026年志願役的預算員額比2025年少了6784人，增發了2個聯兵旅。也就是說，陸巡確實招到了新人，但軍中的中階層、基層幹部跑得比新人來得更快。沈正宗，開心一點嘛！你看大家都笑你，你逗趣又可愛，傻得讓大家想要保護你呀！怎麼樣，開心嘛？也就是陸巡招到了新人，但軍中的中階層、基層幹部跑得比新人來得更快。陸巡招到的是最容易被社群行銷打動的那群年輕人，那些已經在軍中看清楚真實狀況，知道升遷天花板在哪，知道戰時自己會被丟在哪個位置的中間幹部，他們選擇才不是被陸巡留言影響，他們選擇是用腳投票。陸巡留言可以讓人報名，但留不住人，所以這整套陸巡海巡的社群操作，它真正的功能是什麼？它真正的功能是給後方的家長一個心安的故事。你看國軍多可愛，國軍都有梗，國軍都努力招人，家長看了開心。媽媽留言：16年後我家寶寶交給你了。媒體報道招募翻轉成功啊！然後下一場戰爭呢，如果有的話，要在某個無人機襲擊的灘頭，你家16年之後的小孩面對一個跟他一樣是別人孩子操縱的無人機，扣下扳機，或是被別人扣向扳機，因為你根本看不到對方。而那個時候，所有的神回復，所有的幽默留言，所有的撥雲見日感覺，1秒鐘都救不了他，擋不住子彈。這才是為什麼我要在這邊停下來，把這件事情講清楚。我絕對不是在攻擊那3位招募員，他們是基層，他們有業績壓力，他們在自己的層級內做了他們覺得對的事。我攻擊的是這整套包裝術，攻擊的是讓他以為逗媽媽笑就是國軍轉型的這套思維，攻擊的是把戰爭的真實面目用萌寶寶包裝起來餵給家長的這套媒體機制。而現在支持這套媒體機制的只剩沈正宗這種傻鳥。民進黨說的都是對的，民進黨叫你吃屎，屎吃起來都是香的。來，各位，請你下一次
再看到陸巡留言的時候，做一件事情，請你點開那個影片，看一下那個嬰兒，然後問你自己：16年後，這個小孩會在哪裡？這個問題沒有人會替你問，國防部不會，中視不會，鏡報不會問，三立不會問，只有你會問，只有家長會問。然後，當你願意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整個陸巡幽默圈粉的劇本就崩塌了，因為你看到了這個劇本不要你看到的那一面。來，我們剛講了，你拉了很多新人進來，但是你流失了很多老的走，淨值是負的，負6784人，少掉2個聯兵旅。你陸巡在你心臟破洞那個地方貼了一個 OK 繃。傷口還在流血，所以國軍不是也有 MDN 手機管制系統嗎？為什麼照片照樣傳出來？為什麼性愛影片照樣出來？機密照照樣流出來？馬防部中視還用手機拍軍事作戰影片給對方，防諜軟體根本沒有防住諜，結果變成私密影片的傳遞管道。你想想看，我們的保密資安系統，國家給你手機不准你拍機密，但你可以拍自拍，可以拍別人的自拍，可以把別人自拍傳來傳去，系統不管你拍什麼，只管你拍的內容有沒有被標注為機密。國防部的資安防線，從行動裝置管理系統到逐段標無的公文，從來都不是在解決問題。它是在製造一種我們有在做事的表演，跟於北辰的210%攔截率一樣，給你一個數字、一套系統、一個流程，讓你覺得安全了，但你一點都不安全。來，我們最後結論還要補2個東西啊，這個是什麼東西呢？是在台灣哦，你連拍軍教片都會遇到很失敗的狀況。什麼意思呢？來，一定會有人說，台灣總有人想要認真宣傳軍教片吧？你看新加坡，我們的朋友 L 小戴說，你很難讓一個從小到大在教育體系成長的人相信國家的生存跟我個人有關。The slogan is "Nobody owes Singapore a living." 那好，來，這個台灣有沒有軍教片？有啦，故事很曲折。我們從近20年開始講好了。2010年，民視推出《新兵日記》。國防部協助拍攝的軍教偶像劇，成功嶺10集拍攝，主題是陸軍義務役新兵入伍訓。當時成績怎麼樣？我跟你講，不錯哦。那個時候大家還覺得軍中的東西可以看，首集收視率8.58，破台灣偶像劇首播紀錄。第4集平均收視率衝到11.47，創下台灣偶像劇史上最高平均收視率。第4集最高分段收視13.88，台灣偶像劇史上最高，也就是《新兵日記》是台灣軍教劇的收視奇蹟。43集全台追劇，結果呢，這麼紅的一部軍教片，對實際的募兵成效完全沒有幫助。年輕人看完《新兵日記》，覺得感動、熱血、懷念青春，然後呢，他們選擇繼續不當兵。2018年 ，TVBS 推出《女兵日記》，TVBS 看到《新兵日記》這麼紅，決定自己也搞一部。他們直接五角明示，《新兵日記》的原班
製作團隊，當年演士官長的變成海軍陸戰隊的女兵。這是 TVBS 第一部自制8連檔，收視同樣不錯。海軍副司令還親自到首映會打氣送紀念品。然後呢？接下來就是最精彩的部分啦！女兵日記還沒結束 ，TVBS 宣布推出續集，叫做《女兵日記女力報道》。續集劇情是什麼？女兵退伍4年後，陰錯陽差一起住在同一個公寓，軍人變成什麼？職場新鮮人，從海軍陸戰隊變成了找工作、交男友、鬧室友糾紛的上班族。然後續集紅了 ，TVBS 再推續集，續集，女力報道小資女上班劇，女力報道愛神出任務。一路演下去，主題從海軍陸戰隊徹底脫離，變成純粹的都市職場愛情劇。你看到整個退化過程了，它不是失敗，它成功，但是成功的方向跟國防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個軍教片退伍後的上班族片的退化路徑，完美反映了台灣影視產業的邏輯。軍教題材是一個流量入口，但拍出名氣之後，團隊會自動把觀眾導向更好拍、更容易的續集、更能賣廣告的都市愛情劇。因為都市愛情劇可以一直拍下去，幹我都不記得《女兵日記》經典台詞叫拆除呼吸道。來，因為都市愛情劇可以一直拍，海軍陸戰隊的訓練題材不能，都市愛情劇不需要軍方協助，不需要借場地，不需要擔心劇情扭曲現實，海軍陸戰隊的題目要。於是，這個 IP 養大之後就不能一直拍軍營，角色要退伍才能永遠的拍下去。結果商業邏輯完全合理，招募國防人力的角度上完全沒有幫助。年輕人看完女力報道之後學到什麼？原來海軍陸戰隊退伍之後就是進入都市職場談戀愛，跟室友鬥嘴。你覺得這對年輕人加入海軍陸戰隊有用嗎？來，2025年呢，台視跟 LINE TV 推出了9條好漢在一班。這次學乖了，不拍戲劇，拍實境綜藝，找9個藝人進成功嶺受訓1個月，全程記錄，手機全部上繳，主真實。結果呢，它還是一個綜藝節目。藝人用1個月體驗了軍旅生活，然後回到演藝圈繼續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節目播完，收視做完，藝人領完通告費，大家各自回去做原本的事情，沒有人因此繼續留下來留營當兵。來，這就是台灣影視產業對軍教片的標準操作。新兵日記紅了，沒有下一部；女兵日記紅了，續集退伍上班族，純都市愛情劇。9條好漢在一班有沒有紅我都不知道。藝人回到演藝圈，因為市場根本不獎勵認真拍軍教片這件事情，市場獎勵的是能賣廣告、能續集、能 IP 化的作品。軍教片天生違反這3個條件，於是台灣電視產業很懂，用最短的路徑拍一部火，換一個方向，把軍教 IP 榨乾之後就拋棄。這跟前面那些章節我們講的一切是同一個道理，結構比個人要重要。不是製作人不想拍軍教片，是整個產業結構不允許他們持續拍。不是將軍不想帶兵，只想說笑話，是整個晉升制度不允許他們認真帶兵。再來，軍中的直銷跟拉保險這個主題，我將來搞不好可以集中做一集。你上網查 PTT 軍力版就知道，現役的、退役的軍事官最常抱怨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學長做直銷，學長拉保險，學長賣健康食品。你去問問看對岸，你去問問看對岸，對岸的解放軍有沒有學長在做直銷，學長在拉保險，學長在賣健康食品？你看他敢不敢？為什麼？因為軍中是一個層級分明、人脈封閉的環境。你的學長比你大1、2期，你不能得罪他。他在你面前拿出一份保單、一盒營養品、一個投資方案，你很難拒絕。而且部隊生活單調，很多軍事官下班之後找不到副業，找不到斜槓，找不到退伍後的轉型管道。直銷跟保險剛好是下班時間可以做，不需要太多專業，收入看個人努力的行業。於是這些行業在軍中特別盛行。這跟我們這集講的主題有什麼關係？有，非常有關係。
當一個職業的從業者把業餘時間大量拿去做直銷拉保險，代表這個職業本身給不了他足夠的報酬成就感，未來發展他必須靠副業補足啊。當一個軍官在營區裡面不是在研究戰術，是在研究保單的紅利結構；一個士官在休假時不是精進戰鬥技能，是在開直銷說明會啊。這支軍隊的戰力是什麼？以色列的軍官下班在做什麼？很多人在讀軍事學位、寫戰術論文、研究無人機技術。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官下班後在做什麼？很多人在訓練體能、參加退伍輔導，準備進入軍工產業。台灣的軍官下班之後在做什麼？跑直銷、拉保險、經營粉絲團。最後，因為軍事專業能力不會讓你活得好，你要靠副業，這是結構問題。所以今天這一集。上一集台灣國軍的基層在整個幼稚園化，這一集我要告訴你，台灣國軍的高層在眾議化，基層的兵被家長遙控，被1985綁住，32度的情緒的環境裡面，學會了不出事就好。高層的將軍退伍後去上電視講210%攔截率，從統一翻到反共，在鏡頭前面做情緒按摩。中間的部長是一個當年反軍審，現在推軍審，主張吸毒除罪化的人權律師。在中間的招募體系，從美女嘟嘴自拍、夾娃娃機、營區性愛影片外流，一路進化到在嬰兒爬行照下面留言，16年後報軍校。底下的軍官下班做直銷、拉保險、搞斜槓，上下兩端同時崩壞，中間的軍事專業被擠壓到幾乎不存在。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不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是整個系統的激勵結構已經從根本上偏掉了。在這個系統裡面，什麼行為會被獎勵？上電視說漂亮話會被獎勵，有流量有通告費可以選議員，用美女牌招到兵會被獎勵，有 KPI 達標有績效點數，在社群平台搞笑陸巡會被獎勵，瀏覽率破750萬上新聞，從藍翻到綠，從統翻到獨會被獎勵，流量更大，節目更多。什麼行為會被懲罰？認真操練部隊會被懲罰，因為超出中暑就上1985上新聞丟前途，嚴格要求紀律會被懲罰，因為兵會打你，家長會告你，體系放棄你，講真話會被懲罰，因為真話不好聽，沒有流量，沒有人要看。當一個系統獎勵作秀，懲罰做事，它就會自動篩選出最會作秀的人，淘汰最會做事的人。於北辰就是這個系統篩選出來的完美產品，它不是系統的 bug， 它是系統的主推功能。顧立雄也是這個系統的產物，他不是因為懂軍事才當國防部長，他是因為政治可靠才當國防部長。而這個結構如果不改，下一個於北辰，下一個210%，下一個夾娃娃機，下一個嬰兒照陸巡，下一個軍中直銷大王都會繼續出現。你可以笑，你應該笑，因為這些事情真的很好笑。但笑完之後，你要記得一件事情：海峽對面人不會因為你的將軍講了210%就被嚇到，他們會因為你的將軍講了210%更加放心，因為他們知道一支由210%將軍領導，由人權律師管理，由夾娃娃機招募，在嬰兒照下面陸巡，基層軍官盲目拉保險的軍隊不會是他們的對手。我們這2集講完了。第一集是幼稚園化，第2集是眾議化，你加在一起看，這就是台灣國防的完整 X 光片。你拿着這張 X 光片去看醫生，醫生會告訴你什麼？他會告訴你這個病人還活着，但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他撐不了多久。而現在唯一能救這個病人的人是2300萬個台灣人自己。問題是你願意嗎？還是你要像於北辰一樣等着聽下一個讓你覺得舒服的210%？最後我要做一個收尾。前幾天我在重看洪仲丘案當年的新聞，25萬人穿着白衣上凱道，畫面非常動人。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最有力量的時刻之一。2013年那個時候，我跟你一樣為洪仲丘的死感到憤怒，為公民的力量感到驕傲。我也認同改革的必要性。12年過去了，我回頭看那一切，我有一種很複雜的感覺。不是說改革是錯的，改革是對的，但改革是有代價的，而我們當時沒有人好好的討論過那個代價。改革把軍人中暑身亡變成了國防部長下台的事由，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從此以後沒有哪個軍官敢讓訓練有任何可能中暑的風險，於是32度停訓，於是遮陽傘打靶，於是全軍進入不出事就好的模式。改革把軍事審判整個廢掉，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軍法官這個職業沒有舞台了，意味着願意投入軍法專業的人才消失了，意味着共諜案發生的時候，你沒有專業的軍事司法體系可以快速處理，所以你現在又要重啟。改革把洪仲丘案律師顧立雄推上了公眾人物位置，意味着什麼？意味着12年後他可以一路往上爬到國防部長，但帶兵的本事他一天都沒有學過。改革從那個巨大的社會情緒中推上來另外一個於北辰，趁着高華柱提拔的機會上位，趁着退伍後的流量風口轉型網紅，整個過程中他代表的不是軍事專業，而是政治正確加電視效果的結合。改革是對的，但改革之後的每一個後續決定都是有方向選擇的，而台灣社會在那些關鍵的分岔路口，一次又一次選擇了那條看起來政治正確但軍事災難的路。所以今天你看到的不是改革失敗，你看到的是改革之後沒有人認真管後續的事情。如果你是一個現役軍人，或者你家裡有人現役，我想跟你說，這集不是要攻擊你們，你們是這個結構的受害者，不是加害者。你們願意留在部隊，願意承擔國防責任，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整個社會尊敬。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公民，我想請你記得幾件事。下次你在政論節目上看到退將講軍事分析，先上網查一下他說的數字跟事實有沒有依據。下一次你看到國軍的招募文宣覺得好笑，請想一下為什麼這種文宣會被做出來，背後是一個被 KPI 壓垮的基層。下次選舉的時候，請去看候選人對國防政策的具體主張，不是看他支持哪一個黨，而是看他懂不懂這件事情。如果你有小孩，我想請你跟他談一談國防，不要等到事情發生才去想，因為我們這2集講的所有問題，210%的攔截率、逐段標無、夾娃娃機、陸巡嬰兒、中尉輔導長這些荒謬，並不會因為我們笑一笑就消失，他們會繼續存在，他們會被下一個於北辰繼續拿來操作，他們會被下一個顧立雄用法律語言包裝起來。唯一能夠終結這個循環的，是你是我是我們每一個公民的清醒選擇。各位，請你好好思考。今天直播到這邊告一段落啊。同樣的，我要照慣例貼出小弟我的這個要飯的圖啦。來，支付寶跟微信都貼在這邊。前幾天有抖內的人，我找時間再念，因為今天實在太趕了，我馬上又要過2小時了。來，這個 XU808 了，歡迎加入小宅。CFA 嗆說今天跟上太棒了。這個 Harrison Wang 說，我2053T 的，大約2009年當兵，那時候有同梯散打搏擊被摔死，有學弟跳傘斷腿，好像都有壓下來，對，都壓下來。Harrison Wang 說，大陸網友刷是自己人，是於北辰是戰忽局的同志。哎。歐龍九說，請支持憲財保護處擔任阿魯巴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米斯拉卡賽說，人還在外面忙，先小抖一個目標，支持九哥使用阿薩布魯道具擔任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新力者，記得要買我們的東西。哎，我們的那個當季的春蜜又上市了，請各位到豐裕蜂蜜去買。丁丁丁說，這個將軍最好的戰略就是用笑話把對岸解放軍給笑死，這是多麼高深的戰法。娜塔莎說，想聽報告小英總統。Pineapple 吳說，朱大終於講政治了，抖一下，這不是政治，是台灣的國防政策。Kimi 吳說，換了位置，為了選票就換了腦袋，鬼島真的是被這些法律系搞爛。Eric 廖說晚安。Pineapple 吳說，朱大要開始罵人了，讚啊。風清說，抖一個要飯的便當。來，各位，這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各位該抖內要抖內，我們接下來又要進入這個投票環節了。今天的內容呢，如果你各位覺得講的不錯，而且又這個內容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講的不好，但內容好的話，請按2；如果你覺得講的不好，內容也不好，請按3。來，我們順便念一下，貝爾烏薩斯說初大5·1快樂，然後這個攔截率210%，那朱老師，北辰的意思是沒攔截一枚，我們還欠這個什麼？對，有網友說支持烏龜鋼琴，然後還有說朱大節日快樂。問個問題，我女朋友被她閨蜜綠了，我該怎麼辦？不是你劈腿的意思嗎？這件事情我們改天再討論。那個剛剛講北辰的意思是每攔截一枚，我們還欠北辰11枚，是不是？這個，然後昨天也有網友
說謝謝朱大整理了各種知識擺小落，然後網友說我挺窮的，但是我感覺你比我還窮，的確是窮，繼續下去台灣真就井底之蛙了，哎呀，真心很慘啊。還有網友抖0.35，真不是開玩笑。來，支付寶有1、2、3、4、5、6網友抖內，但都沒有留言，希望網友下次要留言，好嗎？什麼什麼利，這網友幾乎每次都抖內。來啦，好啦，我們底下置頂的，我先特別強調哦，精緻水果現在美國的櫻桃已經上市了，榴蓮也上市了，還有山竹也上市了，有空來看。那再來，這個豐裕蜂蜜哦，是當季的蜂蜜，請各位好好的消費，因為是最新鮮的。來，信公也是最強的豬肉。希拉莉說，支付寶留言的話字數不夠的，我再想想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哈爾濱水餃記得大家吃，還有嘉美人送的這個買的是酷泰科的電池，請大家多多支援。然後我們今天的目標呢，目前沒有達成，因為我們要講高市早苗呢被驚爆大量使用網軍擊垮對手，但台灣媒體都不敢深入報道。所以如果接下來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好好的講一講。謝謝 TU960108 來。各位，芒果去年沒吃到，好了，今年要帶貨了，好不好？我也覺得奇怪，怎麼會女朋友被綠？被綠不是被你弄的嗎？好了，各位，明天呢，我們要講800壯士啊。800壯士是我個人非常尊敬，而且歷史上堪稱孤軍的隊伍，因為兩岸三地幾乎都放棄了他們。這是一個非常悲哀的內容。那，所以明天各位5·1長假的第2天，請各位記得來收看，好不好？那就先跟各位說拜拜啦，拜拜拜拜拜拜。